嗨，你可能不知道，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机场和坐飞机。擦哒，在家休息了2个月，明天呢就要拎着我的行李箱重新出发。那今天的视频重点呢，不是让你简单和我一起来打包行李，而是想分享我是如何在有限的行李空间里选择哪些物品打包进我的行李箱，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对我充满回忆又带不走的物品。另外呢，就是我在姐姐家也借住了2个月，在临走之前呢，我会把整个房间打扫一遍，把该洗的被单和枕套都拿去洗，柜子桌子上关于我的东西全部清空，尽量将这个房间重回原样。在开始打包收拾行李之前，先在心里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以包括物品的实用性、情感价值，以及是否在接下来的旅行中真正用到。很多对你有情感价值的物品都可以电子化，比如一张拍立得相片、一封朋友的手写信，除了是你情感记载的一种方式，它在旅途中根本没有任何的实用性。我自己在过去的旅行里呢，也有携带一些对我很重要的照片。如果要问我有多少次我会翻出来看，答案是0次。我也意识到了自己会在旅行中制造新的回忆，拍出新的拍立得，那我也会慢慢的不再倾向于去翻看以前的旧照。另外，我之前回去亚洲国家的时候，也被迪士尼七仔深深迷倒，当时还去香港迪士尼专门排队看了丽娜贝尔和欧陆，当然也收集了几个玩偶挂件。我收拾的时候在考虑该换哪个小宝贝挂在我的包上，然后将我包上目前的旧挂饰换下来，这样一来就能将我喜欢的挂件拿出来用，而不是藏在箱子里，不然我也会忘记自己喜欢过的这些玩偶。那关于如何处理带有情感类的物品，我的建议是用 reverse 方法，不要从你最难舍弃的物品开始，而是对你来说没有那么强烈的情感价值的物品先处理。当你在收拾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你没有它们的情况下，生活仍然可以继续，你也不会有太强烈的挂念，那说明它们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可以断舍离掉。而那些比较难以割舍的物品可以放到最后再决定，并不是这些带有情感回忆的物品对我不重要，而是我很少去翻看，可能真的是几个月才去看一次。所以呢，我打心底很清楚，尽管我将这些小物品带在身上100%我是不会去碰的。加上我在接下来的旅行里呢，还是和以往一样，居住在不同的民宿里，带着有限的行李箱空间生活。尽管我有多想将一些和朋友的合照摆出来，但是我的情况不允许啊。但同时呢，我又想随时随地能 access 以前的回忆。那我会做的事情呢，就是将一些比较重要的照片和信息通过手机扫描存放在文档里，以电子的形式能随时随地跟着我走。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情况没有像我那么极端，所以在最后一个步骤里，先问问自己，这件物品我上次用它是什么时候？最近有几次你心里是想着去用它的？尽管这件物品摆在你眼前，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都没有任何想要去使用它的冲动，甚至连碰都不想碰，也许它们并不适合在你家中占据空间。现在呢是9月9号晚上的8点钟，你们看我这行李箱已经溢出来的这一堆衣服，是因为今天晚上我打算要收拾一下，然后明天会捐掉一些东西。那我这些衣服为什么会放在行李箱里面呢？因为现在我是暂住在我姐姐家里面，这样子我马上离开的时候也比较我方便收拾，就不用再从衣柜里面将衣服拿出来，然后再放进行李箱里面。这一条应该是我唯一一条夏天穿的黑色短裤，我应该穿它有4年多了，除了它以外，我几乎就没有其他的短裤。有的短裤呢是瑜伽短裤和其他的一些短裙。现在我在考虑要不要舍弃它，它这个拉链这一块地方是完全的外翻，所以每次我穿出门的时候会非常的尴尬。我已经是给它无数次机会了，每一次穿它的时候，我都想着不行，我下次一定要把它断舍离。如果一直在关注我视频的朋友们呢，一定很清楚这一条黑色的裙子，我真的是非常爱穿它。虽然呢它是这种比较贴身的款式，但是我就是喜欢穿这种比较显身材的裙子。那这一条裙子呢，是我2月份从奥兰多搬出来的时候，我不是寄了一些东西回家里存放吗？那这条裙子呢，就是其中一条，就是我要把我过去6个月里面最经常穿的衣服换一波，换成从未见过光，我也很少机会穿到的衣服。
事情是这样的，朋友们，现在呢，我要收拾一下我目前有的东西，然后呢，我会将一部分的物品存放在我姐姐家里。那放在她家里的物品呢，我会一个个拿出来，并且全部给拍照。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忘记我在她家里面放了哪些衣服。因为有些物品呢，我是不会带着跟我一起，包括我在国内回来之前呢，我也把一小箱的行李箱存放在国内，所以我的物品相当于就是四海为家，和我一样。所以呢，我必须要 keep track 每一件物品，这样子，比如说我下次要买衣服，或者我觉得我自己缺了什么东西，我可以看回拍过的照片，就知道哦，原来我是有这个东西，只是暂时放在其他地方。发现我过去几个月旅行的时候呢，几乎不会用到这个包，所以这个包放在我的行李箱里面也是浪费空间。这个包也是我唯一一个正式场合能背得出去，但是按照我日常生活的习惯来说，这个包目前用不到，所以就放在家里吧。这里呢还有一件我最常穿的 Lululemon Lulu 的 jacket， 但我不得不说他们这个面料就很容易起毛，这里有一处是黄的，估计是我的防晒霜没有洗掉。这一层布料呢也是很皱。这个就是我这次带的全部衣服，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是留在姐姐家里。那我带的这些衣服里面，大部分其实都是夏季，之后即将要去的地方呢，都是夏天，不会很冷。当然了，我这边也有几条长袖，然后长裤，还有一条羽绒服什么的。然后这一边就是我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是我的轻便型羽绒服，这个是我的那个提词器，这一个袋子真的是我在视频里面跟你们说过好多次，你就可以用这种透明袋子去收纳很多物品。现在桌面上呢就是我的这一包化妆品，然后还有一些洗漱用品。刚刚出门买了杯咖啡，嘿嘿。这里桌子上所有东西呢是等我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用完之后，我再直接放进包里。柜子里面这东西到时候我也是一并装进箱子里了。其实有一大箱的物品和衣服放在地下室。最后呢就是我的这个戴森吹风机，我可能不会带走，因为它真的很重，而且我把它带走的话，我可能也就只能短暂的在这边用几个月，因为我明年1月份又要回亚洲国家，亚洲国家的电压不允许我用它，所以我今天晚上洗完头用完它之后，直接就放在这个箱子里。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我家里其实有2个侄子，一个已经10岁，一个是4岁。然后我10岁那个侄子呢，他对 coding 以及就是用手拼接起来的物品非常的感兴趣，但同时呢，他又喜欢玩 Minecraft， 所以呢，我这次给他准备了2个，一个呢是这个 plushie， 因为他现在是上5年级，所以我就想着说他每天要早起上学，而且呢房间也没有一个夜灯，然后也没有一个闹钟，这个就结合了，而且还是他喜欢的 character。那我的小侄子目前是4岁，快临近万圣节的时候，他即将要5岁了。这一次生日我不会在他身边，像以往一样，我都是寄礼物过来。然后这次呢，我就给他准备了 Spider-Man 蜘蛛侠的袜子。另外呢，是他最近一直跟我提到他非常喜欢 racket。像我给小朋友买礼物，我不想说偏心谁，所以呢，我一般挑礼物都是挑一些大的和小的能一起玩。那这一个 racket 呢，是你可以放在那个草坪上，然后控制一下，它整个就会飞上天，飞得很高。那给我的姐姐呢，准备了这个，它其实里面都是一些护肤品和彩妆。这个就是我的一些碎碎念，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晚点见吧。